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现在这种外卖打包盒用完后，别再扔了，把它留在厨房继续利用。邻居们看见后也纷纷跟着学，省钱又实用。一起看看吧。打包盒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，无论在饭店吃饭之后，打包的一些剩菜，还是点外卖时用来装东西，打包盒都经常会用到。但是大多数人吃完就把它随手扔掉，这其实既浪费又有些可惜。其实这些打包盒完全可以变成居家的小物件，既简单又实用，还能省下不少钱，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方便了。那么它到底有哪些用途呢？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吧。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的想法，我们只知道这种打包盒是用来装饭菜的，其实很少人会注意到，这个打包盒的底部还有许多的标志。无论打包盒的形状是什么，它的底部都会印着若干标志。我们在选购打包盒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底部的标志看清楚。首先来看打包盒底部的这些标志，它们证明这个打包盒是符合国家卫生资质的安全标准。比如，那个三角形标志告诉我们，这个盒子是可回收利用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扔掉的时候，一定要丢到回收物的那个垃圾桶。再看看另一个像杯子和叉子的标志，它的含义是该包装盒可以盛放食品，属于食品接触安全的标志。还有一些打包盒上会有微波炉和雪花的标志，那么说明这种打包盒呢，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加热，或者放到冰箱里面冷藏的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们的用途吧。妙用一，像我们购买的这些零食之类的，通常没有包装盒，放在一起看起来就特别乱，于是就需要一个外卖盒，把零食放进盒子里，再盖上盖子，这样保存起来就非常不错，而且无论放在哪里，外观也显得整齐美观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？妙用二，像针线这样的东西，在家里几乎每家都有，每次用完后都会随手放进抽屉或其他角落，下一次再用时就很难找到。再者，这个针线轱辘上还插着绣花针，如果每次用完后只是随便乱放，不好好的收纳起来的话，那么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，就会非常危险。如果家里没有专门用来放线轱辘和针线的收纳盒，不妨把这个一次性餐盒重新利用起来。有了这个一次性打包盒，我们就可以把线轱辘以及绣花针，还有剪刀和我们的小纽扣都放在里面了。摆放整齐后，盖上盖子即可，这样既安全而且也非常的美观，非常适合摆放在书桌、床头或收纳在抽屉里，完全不占地方，并且它的容纳空间也特别大，可以收纳各种小物件，甚至像拳头大小的线轱辘都能轻松装下。这样一来，等到下次需要用的时候，一眼就能看到要使用的盒子，对家里有小孩子的人来说也更安全。这个盖子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打开，因此不容易被小孩打开，安全性更高，并且这个打包盒是透明的，我们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里面放了什么，能一眼就找到想要的盒子，再也不用逐个打开查看，既省事又方便，还更安全，是不是非常棒呢？妙用三，当花盆的托盘。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几盆花草盆栽吧？若你经常给花盆浇水，就会发现不能浇太多，不然水分就会顺着花盆底部的小孔直接流淌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外卖盒就派上用场了。把外卖盒剪去上半部分，得到一个很浅的塑料托盘，放在花盆底部，这样即使浇水多了，也不用担心会流出来。不过，这样容易闷根，透气性不足，天气热的时候更不能这么干。尤其是在盒子尺寸刚好合适花盆底部的时候。妙用四，可以将其用于整理家中体积较小的螺丝和螺丝刀等工具，
特别是在家里有小孩的情况下，更应把它们妥善保存起来。只需要一个外卖打包盒，然后将这些螺丝以及螺丝刀放在打包盒当中，盖上盖子，把它存放在小孩触碰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衣柜的上层。这样不仅安全，而且下次需要用到的时候也非常的好找，再也不必担心找不到的问题。妙用5，我用的是方形的包装盒，提前1个晚上的时间，把盒子里注满冰水，然后放进冰箱冷冻成一大块冰，冰块成型后就可以利用起来了。那它到底该怎么使用呢？冰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，主要是用来储存食物、水果和蔬菜。如今的冰箱基本都具备智能功能，会根据箱内温度自动调整运行。比如说像我们的冷藏室里面，温度过高的话，压缩机会启动，开始制冷以降低温度，这样在制冷过程中就会消耗电力。此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冻好的餐盒放在冷藏室里面，因为餐盒里面有冰块，温度会变得非常低。打开餐盒后，里面的低温会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，让我们的冷藏室里面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温度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冰箱就不会因为冷藏室内温度过高而启动制冷运作。也就是说，按这个做法每天换一个，1个月下来就能省下一大笔电费，是不是非常实用呢？妙用6，坚果零食盒。坚果和零食是许多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，但它们的保鲜期往往显得过长。把它们放入冰箱保存，常常会影响其他物品的气味，而且每次取坚果和零食的时候，也会面临翻找的烦恼。但是如果给坚果和零食找一个专门的盒子来收纳，就能让它们的保鲜时间更长。外卖盒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将外卖盒洗干净，然后打开盒盖，按照自己想要的量，将坚果和零食放进去，最后将盒盖封好就行。若你不想再次使用外卖盒，也可以把它们扔掉。不过从环保的角度考虑，重复使用外卖盒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所以啊，我们家里各种打包盒千万别再扔，留着在家里继续使用，这样1年就能省下不少钱，而且既省钱又实用。你还知道打包盒的其他用法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